末日降临，全球冰封，各种生物大面积的灭绝，就连人类也在这场灾难当中死掉了50%以上。末日5年死亡的我，居然重生回末世开始的1个月前，并且拥有异世界空间，怎么回事？末世5年，我不是被那些禽兽邻居们给杀死了吗？回过神之后，开始打量周围的一切。这个地方他并不陌生，是他自己的房子。打开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，上面显示着时间11月11日，距离末日来临还有整整1个月。看样子我是重生了。这时我突然感觉头部有点异常，意念一动，瞬间进入一道白光当中。进去一看，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储物空间。看来我重生之后竟然拥有异世界空间，有了这个巨大的储物空间，在末日存放物资就方便多了。我意念一动，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开始尝试着把家里面的东西往空间当中放。卧槽，真的可以！有了这个巨大空间，就可以让我在末世前存放海量的资源，再加上我对末世开始5年的记忆，那在末世里生存绝对不是问题。我先整理了一下手头的现金，父母去世给我留下的5亿遗产，还有我现在所居住的这栋别墅。根据我上一世的记忆，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在末世初期就会被强力的降，所以我直接把这套别墅出售，去海拔较高的金海市一个叫紫金华府的小区，零首付购买一套高层的房子。之所以选这里，一是因为这里海拔较高，不会被洪水淹没，二就是害死我父母的仇人，也就是我的叔叔张全，在这里拥有一套豪华别墅，并且名下拥有好几个大型超市，拥有海量的物资，而且在后山上更是购买了一个遗弃的防空洞，对其进行了改造，在里面储存了大批的物资，黄金跟翡翠原石。为了谋夺我父母的公司设计，将我父母害死，并忽悠我将原本价值几十亿的公司股票以区区5亿的白菜价从我手中买走，更是在末世开始后对我进行各种陷害，要置我于死地。所以这一世我一定要让他尝尝绝望的滋味。由于时间紧迫，对房子的改造刻不容缓，窗户换成加厚版的钢化玻璃，门换成重型防爆门，就连墙体内也加装了10公分厚的超合金钢。做完这一切已经过去10多天，距离末世只剩下20天。接下来我必须抓紧时间囤购物资。在此期间，我发现我的这个空间里的时间竟然是静止的，物品不论放进去多久都会跟刚放进去的时候一样，也就是说我放在里面的物品不论多长时间也不用担心它会变质。这一发现让我喜出望外，于是就开启疯狂的购物模式，各种肉类、蔬菜、水果那都是以吨为单位的购买。我还以公司年会为理由，直接先下单了1000桌酒席的饭菜，给我也送了过来，还有药品都大批量的团购。这些在末世当中都是最稀缺的东西，为了避免麻烦，我特意作为一间仓，先把运来的物集中到仓库，再统一收纳到空间当中。期间我特意去了一趟漂亮国，采购了一批众生平等器，来应付一些末世初期的麻烦。而时间也随着我一天天的忙碌中飞快的度过，转眼便来到奴时开始的最后一天。看着已经改造完的房子，还有我储藏的足够我用好几辈子的物资，我紧张的心情也得到缓和，准备休息一下，等待末世的降临。半夜忽然被一阵雷声惊醒，我起身往窗外看了，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末世开始了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在暴雨开始8个小时后，雨量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幅。不到1天的时间，整个城市排水系统变瘫痪，一些顶层的建筑就会被淹没。我所在的小区虽然地势偏高，但也会被淹没下来。降雨更是在之后几天疯狂的增长，直接淹到18楼。所以趁现在降雨做掩护，我决定先去给我的这位叔叔一个惊喜，把他储藏的物资全给收了。我开车来到他名下的超市，直接撬门进入的仓库，这里存放着数不清的生活物资，我将它们都收进我的空间。随后我又用同样的方式扫荡了他余下的几个超市和百货商场，一根毛都不给他留下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距离这里大概20公里处有一个大型国际集装箱中转库，里面的物资更是数不胜数。而且由于在海边，雨水更是涨得厉害，里面的人员基本上已经撤离，而我要做的就是趁着雨水将这里淹没前，把里面的物资统统收到空间当中。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，这里密密麻麻全是各种集装箱，哈哈，这下发财呀！我一边开着车一边将它们收进了空间。当然，停在码头的货轮和游艇我肯定也不再放。紧接着我又去了附近另一个港，这里是金海地区重要的粮食中转港。由于暴雨的原因，10几分钟的路程硬是走了1个来小时。我将这里的物资一件不拉的统统收到空间当中，随即便驱车返回紫金华府。我乘电梯来到了38楼3802房间，刚进房间，外面便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雨水更是疯狂的大涨。不到5分钟，城市排水系统便崩溃，各类建筑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污染。这场雨仅仅几天的功夫就让全球2成的人失去性命，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这时的我也迫不及待地进入到空间中，准备看看昨晚的收获。因为在异世界空间，时间是静止，所以不用怕物资过期。看着里面满满的箱子，我当即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箱子，黄金。神奇的是，这些黄金忽然全部消失了。紧接着我一阵头晕目眩，发现身在一处森林中，而在森林的一边便是我的空间仓库。这时我反应过来，应该是空间刚刚吸收了黄金，
所以开启了这片森林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空间是可升级的。不过目前这片森林能看见的范围只有40多米，边缘都被白雾所覆盖，而且还有透明屏障。看着这片森林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动物也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活动的话，那这里不就可以当做野生养殖场，专门用来养动物，实现吃肉自由。说干就干，我来到客厅，将我的宠物狗放进森林空间，真的可以啊。那我得给这片森林空间升级了。我来到仓库空间，将剩余的几千个集装箱全部开启之后，发现只有黄金跟翡翠玉石才能被空间吸收，看来要让空间升级的多找些黄金跟翡翠玉石才行。回到森林空间，先前的白雾飞快地散去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连绵的山脉，高低起伏。回到了本体，看着外面越来越大套，我准备去我二叔的防空洞。我来到3楼，从空间取路2，向后山的方向驶去，因为后山地势高，所以并我来到后山的防空洞，因为下暴雨，值班的保安以为没人回来，所以保安室里面并没有人，真是不称职的保安。我直接走向防空洞大门，瞬间拿出将锁劈开。等我进入里，看到的是满满的箱子，最显眼的是中间放着一个保险箱，我用我操，里面竟然摆满了金条，大概数了一下，足足800。我把它们一起收进了空间。此时我的脑海中又感受到了空间在变动。这时我突然在另一旁的一个展柜中发现一块极品帝王绿翡翠，目测能有700-800斤左右，半米来高，看来又能给空间升一波级了。随即我将它收纳到空间当中，刚丢进去便感受到空间狠狠地震动起来。什么情况？难道帝王绿翡翠对升级空间的帮助这么大吗？没有过多的思考，我抓紧时间把里面其他的物资全部收进空间，便回到了住处。刚到家，我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到空间里。一瞬间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广袤无垠的空间，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。一汪泉水中间生长着一株神秘的五色花，而且泉水流入小池塘里，我喝了一泉水之后，突然感觉到身体的疲惫直接被一扫而空，而且身体也变得更轻盈，头脑也变得更敏锐，力量也得到了加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与此同时，我耳边也有一个声音响起：“主人，你是谁？”“我是这个空间的器灵，我感应到你已经得到这个空间的认可，成为空间的主人。”“你在哪里？”“主人，我现在还不能凝聚实体，只有足够多的灵气之源，才可以重塑我的灵元之身。”“灵气之源？你指的是玉石和黄金吗？”“是的，主人，你附近20米范围内的翡翠、玉石和黄金等东西，我就可以准确地感应出来，而且玉石的品质越好，里面蕴含的灵元也就越多，对于空间的升级也就越有帮助。”“哦，那你可以操控这个空间吗？比如划分一下区域，或者帮忙种植粮食、喂养牲畜之类的？”“这个还不可以的呢，我现在只是灵石状态，等我拥有实体之后就可以了。”“看来我得尽快多找些翡翠、玉石和黄金，让器灵有了实体之后，我不就可以做甩手掌柜了吗？简直就是免费劳动力啊！”“那这个泉水是什么情况？”“这泉水不是普通的水，它是灵泉水，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强壮，速度变得更快，力量变得更大，而且当中的五色花更是世间绝无仅有的灵物，食用后更会让你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呢。”“哦！”听到这里，我盯着五色花，顿时两眼放光，但器灵接下来却又给我浇了一盆冷水。“不过主人，你现在的体质还不足以承受五色花的药力，现在服用的话，基本上就会直接原地飞升，只能通过灵泉水慢慢来强化体质才行。”“哦，原来如此，看来我以后每天都得喝灵泉水才行。”由于持续上涨的洪水，导致各种物资的短缺，尤其是新鲜蔬菜的价格更是疯狂的飙升，就连最便宜的白菜居然都涨到了100块1颗的价格了。而另一边，小区居委会王大妈这时却把业主召集了起来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大家不要惊慌，不过是一场强降雨罢了，顶多几天就会停的。你们千万不要去哄抢物资，要相信我们的政府，我们居委会也会想办法帮大家渡过难关的。请大家服从命令，听指挥，不要给国家惹麻烦。”“这么大的雨什么时候才能停？而且水都淹到了3楼，我们现在出门都麻烦，家里面不囤点物资能行吗？”“就是啊，要不然出门去买点菜回来吧。这几天菜价都涨疯了，你看现在就连白菜都100块钱1颗了，你们这是要干嘛？这不是在给我们添乱吗？现在的白菜已经100块1颗了，你们再去哄抢只会导致物价更贵，到时候大家都要吃高价菜。谁要是敢去囤积物资被我发现的话，别怪我向上面举报他扰乱国家秩序。等这场雨过去，我一定要让上面治他的罪。”“我操，这居委会的王大妈真不是个东西，不让我们去购买物资，是想让我们在这里白白等死吗？”这时王大妈却突然看向我：“非凡呀，之前就听别人说你一直在囤购物资，现在你可不能再当这个反面教材。这几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要是再让我发现你出去买东西，可别怪王大妈不讲情面。”“哟呵，王大妈，
现在谁也不知道这水多久会退，万一10天半个月退不下去，到时候大家没有吃的，你可以负这个责任吗？是啊，你不让我们购买物资，到时候缺吃少喝没有食物，你能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王大妈见到众人情绪被带起来了，顿时慌得一批，同时她心里也把我给记恨上了。竟然在业主面前公然反驳我，这是诚心让我难堪吗？你们放心，我作为居委会的负责人，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，物资是不会缺少的，洪水也会很快退的。还有你刘非凡，不要在这煽动人心，你这样可是违法乱纪的行为。哎呦喂，这么大一顶帽子，我可是戴不起。放心好了，外面水这么大，叫我出去我都不出去，你们随意。这个刘非凡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回头找个机会搞他一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大妈就开始召集人。非凡啊，楼顶由于大雨冲刷的杂物把排水口给堵住了，导致有的楼顶渗水。你等下带一些人去楼顶把楼雨点修理一下，再把因为衣物堵塞的那些排水管道给疏通下。一看这老东西就没安好心，这回让我出去到楼顶修理漏雨点跟疏通管道，绝对是在针对我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你让我带人去外面的楼顶，一会就会被淋透，就算想要修理，也要等到雨停了再去。对啊，何况还有这么大的雷，这时候去楼顶说不定就会被雷给劈到，怎么敢出去？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让你们出去修理又不是为了我，还不是为大家着想吗？你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遇到灾难不主动出手为人民服务，都想着逃避，怎么行？非凡，我以居委会的名义命令你必须要出去修理，现在正是用到你们的时刻，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，听从组织的指挥。谁要是敢带头反对我，那就是反对组织的领导，等到洪水结束之后，一定会被组织清算。哟呵，王大妈说的对啊，既然是为了大家，你们居委会的人应该带头出去才对嘛。而且要说年轻力壮，咱们小区里面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只喊了我们几个？是不是觉得我们好欺负啊？那些社会人和富二代也不见你艾特一句，怎么遇到他们你就屁都不敢放啊？就是招的全都是我们这样的老实人，你怎么不去招高启强跟老莫那样的土豪啊？清理排水口杂物是公共服务，也是为了大家着想，某些人就斤斤计较那么点小事，没有一点的奉献精神，这样的人简直就是我们小区的害群之马。我不想干就不干呗，有的是人干，大家的觉悟可比你高多了。还有，我不是针对某些人搞特殊，只是觉得没必要一个个艾特罢了，希望你们弄清楚，不要自误。哟呵，王大妈，既然你这么有本事，那就叫高启强和老莫过来啊。王大妈眼看拿我们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打了电话过去，而且还客客气气。你好，我是居委会的王大妈，希望你可以带上工具一起出去清理一下机物堵塞的管道。我去清理？我清你个头啊！是不是瞎？没看到外面还下着那么大的雨吗？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有病去医院看看去，别在这里狗叫，再打电话给老子，老子弄死你信不信？没办法，王大妈只好又硬着头皮给另一个土豪打去了电话。你好，我是居委会的王大妈，希望你可以带上工具一起出去清理一下排水口的杂物。什么？你让老子自己去清理杂物？老子每个月交的物业费是喂狗了吗？没有老子的钱，你们这些居委会的人都得饿死，天天拿着业主的钱作威作福，还把自己当主人了，搞笑呢呀！什么跟大家一块？我能有今天，靠的是父母和家族的能量，跟你们这些穷逼能一样吗？要清理你就自己出去清理，拿着我的钱还过来指使我，你脑子是进水了吗？赶紧给老子滚！显然又遇到个硬茬子。经过2次失败的通话，王大妈的话也成了狗屁，再也没有人搭理了。王大妈已经要气死了，不过她心里面却没有敢生高启强和老莫的气，而是生我们的气。都是刘非凡这个搅屎棍坏了我的好事。刘非凡，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？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让大家出去修理，是不是都是为了大家？这下子好了，大家都不干了，难道我们就要一直干等着吗？哟呵，你少给我装蒜，自己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，被人家骂的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却跑到我这来找存在感。告诉你，爷爷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再给我狗叫，小区我弄死你！刘非凡把王大妈的性格拿捏得死死的，这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。果然，当听我说出了这一番狠话之后，直接把王大妈吓得不敢说话了。既然明的不行，那就来暗的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等以后自己靠着居委会的身份好好刁难他一下，比如说发生活物资的时候故意卡着不给他，又或者有什么好的社区活动不告诉他。小子，我有的是办法弄你，早晚有一天你会过来求我。由于洪水的原因，城市已经停水停电，陷入一片黑暗当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食物和水都在不断的变少。由于食物的短缺，一包普通的泡面居然买到了1万的天价。这些状况早已被我提前预料到，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所以并不受影响。闲来无事的我刚打开手机，就看到小区业主群早已炸开了锅。你们家里有电吗？我家停电了。我们家也没电啊，而且自来水也停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对啊，我们家也是没水没电啊，这都好几天了，储备的淡水跟食物也快吃完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？官方这个时候怎么不出来管一管了？再继续这样子下去，恐怕要被饿死了。这个时候，小区业主一个个纷纷开始艾特起了王大妈。王大妈，之前你不是说几天就会结束的吗？对呀，还不准我们出去买食物，我就是听信了你的话，才没有出去买物资。我的食物现在都吃完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你说的上面会过来救我们，到底是什么时候？你倒是说句话啊！面对邻居们的质问，王大妈心里面也是一片焦急与恐慌，因为她的内心比邻居们更加的害怕。业主们现在还不清楚自己将要面对什么，可是王大妈通过居委会早已提前得到了消息。王大妈，现在全球都因暴雨导致水位上涨，而一些地势低洼的岛国已经被洪水淹没。这场降雨可以说是几百年来都难得一遇的灾害。我们迎来的可能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。现在官方已经做了最大努力的支撑，但是我国10几亿人口根本不可能顾得过来，而且国内几个储粮的大省也是重灾区。接下来想要活着的话，只能靠自己。现在开始一定要多囤物资，尤其是淡水跟食物。听到这里，王大妈直接被吓得不轻，更不知道该如何向各位业主交代。思索一阵，突然有主意，随后便拿起手机开始在业主群里面发话。各位，灾难只是暂时的，洪水也会很快退去，断水和断电并不可怕，放心。刚接到通知，官方已经出手救援了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团结起来。我们居委会将会收集每一户手头的物资，集中起来进行统一分配。刘非凡拿着手机，静静地看着王大妈发的消息。上一世王大妈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从别人手里骗走了不少物资，并且凭这些物资笼络了一批人，作威作福。我就等着你们狗咬狗！经历过末世的我，深知末世中人性的可怕。末世生存守则就是武器跟食物只能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时间不长，王大妈便带着人开始挨家挨户的收集物资。总会有一些胆小的，因为畏惧而听从王大妈的话，把物资给她。终于有一些人被逼急了，开始问候起来。王大妈，现在洪水一直不退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出去，各家各户的东西自己都不够吃，你还要收集起来统一分配，这像话吗？对啊，这几天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省吃俭用留下点物资，你却要收起来，这有点不像话了吧？我说过了，现在是非常时刻，我们要团结起来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只是把物资集中起来统一分配而已。这种时候许多人家都没有吃的，你们就那么自私吗？你们不为自己的邻居们多想想吗？有些人家里面囤了物资，而有些人家里却缺少物资，所以家里缺少物资的人自然就站出来支持王大妈。就是啊，大家都是邻居，这种时候互相帮助一下怎么了？不就是一些吃的喝的吗？平日里大家又不是买不起，也就是这2天情况特殊罢了。王大妈收完这边的物资，转头便打起了刘非凡的主意。非凡啊，前几天你囤了不少的物资，现在家里肯定有不少食物吧？现在大家遇到了麻烦，该你发挥贡献精神的时候了。你放心，等到洪水过去，我肯定会上报组织给你记大功，大家也会记着你的好。上一世我就低估了人性的险恶，本想着能够卖给邻居们一个大人情，就把自己囤积的物资拿出去了一些，可是结果非但没有被感激，反而是让他们以为我家中还有大量的物资，直接破门而入，把我的物资哄抢一空。这个姓王的老女人非但没有阻止，反而加入到哄抢当中。哦，是吗？王大妈，我家东西也吃完了，你到时候收集到物资，麻烦也分我一点。刘非凡，你骗谁呢？你家里肯定还有不少食物。前几天有人就看到你租了一个仓库，成吨的囤够食物，我就不信你没往家里放，让你上交食物，这是上面的意思。现在快把家里的东西都给大妈送过来，大妈还能上报组织，给你记一个大功。真没骗你，我家里东西都吃完了，再就是听了你的话，没有出门，现在仓库都淹了。王大妈，你就给我点吃的吧，作为居委会的成员，你得起带头作用，发挥下精神。刘非凡，好好的跟你说不行是吧？你以为我是一个人的名义在和你说话吗？我现在代表的是组织，你要是再不交出手里的物资，那就是公然和组织对抗，回头我一定会处理你。老东西，就你还代表组织，真拿着鸡毛当令箭啊！这些话你拿去吓唬一下那些软柿子也就得了，还在这里跟我装大半算。我就在家里，有能耐你现在就过来。虽然已经采购了一批武器，但是想要凭这些武器在末世打造安全堡垒还是不够，因为随着洪水不断上涨，再过不久社会秩序将会完全的崩塌。为了在末世当中生存，大大小小的势力也如雨后春笋般快速组建了起来，开始彼此抢夺物资跟生存空间。为了应付这些棘手的情况，我决定去附近的军事基地搞点特殊装备回来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由于洪水爆发的太过迅速，基地人员撤退的匆忙，从而导致基地中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没来得及带走。我要做的就是在洪水将这里淹没前，把里面武器收到空间中。大概1个多小时后，我抵达了军事基地附近部，因为这里地势比较低，所以有的建筑已经被洪水淹没。
由于我对这里并不熟悉，所以并不知道武器具体是在哪个位置。找了好久，终于看到在一处楼上写着武器库的大字，就是这个。接着我便走了过去，随后我又从空间取出了潜水服，穿好了之后便潜入进去。由于水中夹杂着很多的泥土，因此水下的视野并不好。这么大一座建筑，也不知道武器到底放在哪里，只能一点一点的搜索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，终于在这栋楼的6层找到了枪械库。透过窗户，隐隐可以看到里面的架子上排列着一排排的枪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重型武器，而且在下面还有密密麻麻的箱子，估计里面装着的就是子弹了。也不知道这些被水泡过的装备还能不能用，不管了，先收了再说。随后我又继续搜索，竟然在一栋建筑楼顶发现几架直升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没有被开走？不管了，先试一下好不好用，因为上一世在末世中这些东西都接触过，所以对我来说上手并不难。哈哈，竟然还可以用，多亏来得及时，否则就要被洪水给淹没了。随后便从土输入到空间中，又是一阵搜索，竟然被我在一个地势较高的仓库里发现了几辆装甲车跟坦克，还有别的军用车辆。这可把我激动坏了，有了这些装备，我岂不是直接可以在末世里横着走了？这一趟下来收获简直爆炸，不但有了直升飞机跟2辆坦克，而且还收获了几辆导弹发射车。有了这装备，谁要敢惹我，直接就给他来一炮。随后直接将他们收进了空间，眼看这里的武器都被搜刮的差不多了，便准备打道回府。来到外面，取出船，便往小区的方向赶去。到达紫金华府小区时已经是半夜，此时的水位已经上涨至8层。由于早已经停电，电梯是坐不了了，只能爬楼梯上去。38层虽然很高，但是我的身体在灵泉水的增强下已经今非昔比，所以爬楼这点体力活根本不在话下。回到家后，我便迫不及待地进入空间，查看一下这趟的收获。来到仓库空间，我先去测试一下那些枪是否能用。好在箱子的密封性很不错，里面的弹药并没有受潮。我装上子弹，砰的一声，这枪能用。随后我又来到装甲车跟坦克这边，看着眼前的这些大杀器，内心是忍不住的激动。先确定一下这些装备能不能用。说罢进入到坦克内部，因为上一世对这些东西都有过接触，所以很快便启动了起来，熟悉了一下操作。接着便又对装甲车和导弹车进行了测试，都没有任何问题。看着眼前这些装备，再联想到上一世活得那么窝囊，死得那么憋屈，我心里暗自下决心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打造一个超级庇护所，建立一个自己的顶级势力，不枉重活这一世。由于我的疏忽，没有储备汽油跟柴油，而近期收获的坦克跟导弹发射车这些重型军用车都是喝油的祖宗，所以我必须囤积大量的汽油跟柴油来保证他们的运行。思索之后，我决定去中东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搞点石油。来到外面，为了不引起人们注意，我先从空间取出石载，离开了小区，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，直接将直升飞机取了出来，便向沙特阿拉伯飞去。途中不由想起在上一世活得那么窝囊，死得那么憋屈，而现在自己不仅用一空间储存了海量的物资，还获得了各种武器装备，真是不敢相信。暴雨还在下，这时空中突然打起了雷，妈蛋，千万可别被雷劈啊！老子可是才重生啊！好在运气还算不错，在我的行走位下并没有被劈中，大概行驶了7、8个小时左右。直升飞机的油量即将耗尽，我赶紧向海面落去。接近海面时，我从空间取出了轮船，将直升飞机停了上去。根据船上的卫星定位显示，此处距离目的地还有5、6个小时的路程，接下来的行程只能坐船了。虽然比较慢，但正好可以缓解一下午开飞机时紧绷的精神。大约行驶了2个多小时后，突然远处海面上出现了几艘船，并快速地向我这边驶来。我拿出望远镜看去，妈蛋，这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一看就不是善类，看来是冲我这条船来的。我又仔细观察了下他们手中的武器，除了领头的有一把枪外，剩余的都是一些刀跟斧子这类的原始武器，看来只是一些杂鱼。我的目的只是收集石油，不想节外生枝。如果他们不招惹我的话，还可以饶他们一命；如果他们非要不长眼的话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只能让他们提前去找他们的上帝。很快，几艘船就来到了跟前。哈哈，老大，这一票可赚大了！你看，不仅有1艘船，上面还有1架直升机。你是不是傻？这款式可不是普通的直升飞机，那是正儿八经的军用机，小心点，没准上面有一船军人。先打探一下再说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去哪呀？给我滚开！小兄弟，火气别这么大嘛，出门在外都不容易，多个朋友，多条出路。我们过来就是想看看你需不需要帮助。船上还有其他人吗？我这还有些物资可以分点给你们。不需要，就我一个人，立马给我让开！小子，就你一个人的话，那我可就不跟你客气了。识相的话，你立马给我滚下来！这艘船和这架直升机给我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否则什么？妈蛋，这不是坑人吗？你有这玩意早拿出来呀！你要拿出来，我还跟你废什么话呀？不早滚了吗？当即这群海盗吓得掉头就跑，这都是你们自己找死，机会已经给你们了，
自己不好好珍惜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末世生存法则就是对待敌人绝不手软。随后我便直接赏了他们几个炮弹，继续开船行驶。大概又行驶8-9个小时后，根据船上卫星定位，来到了他们国家最大的石油出口港。由于暴雨的原因，这里的海面上漂浮着密密麻麻的油痕，而且还有好几艘装满石油的原油船，看样子是来对地方了。只要把这些油全收了，足够我未来几10年用了。我开着直升飞机，花了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，才把海面上的这些油跟油船全部收进了空间。先拿出灵泉水补充了一下状态，随后又给直升飞机加满油，只想立马飞回家好好休息一下。毕竟这里不是自己的地盘，而且现在自己做的这事也见不得光，万一有人来的话，那可就不妙了。我从中东赶回到小区时已是第2天，此时暴雨还在不断下，刚到家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响起了敲门声。我透过猫眼看去，又是王大妈这个阴魂不散的老东西，而且旁边还站着不少人。洪水爆发后，为了笼络人心，他便打着居委会的旗号，把一些被水淹的低楼层住户强行安排到高楼层的住户家里。现在他把人领到我这里，看样子是要给我穿小鞋，准备把这群人安排到我这。想到这，我直接就没有搭理。在末世生存5年的我深知人性的可怕，所以我不可能放这些不确定因素在自己身边。见我没动静，他便带着人灰溜溜的走了。此时一阵阵困意来袭，我直接在沙发上倒头就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外面的广播声吵醒。只见外面有一架直升机，上面有工作人员拿着喇嘛大喊：各位公民，请放心，有关领导已经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，会引外实现救助，请各位公民对国家保持信心。我将会抛弃任何一个公民，现阶段希望民众能互帮互助，共同抗灾。看到有官方人员的出现，大家都觉得事情已经得到解决，很快就会有人前来救援了，瞬间便放松了下来。太好了，官方已经开始行动了，希望能赶紧送些食物跟淡水过来。对啊，都是因为听信了林大妈那老东西的话，没有去储存食物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我家也是快坚持不住了。我早就说了，官方会出手的。2101的住户，我家没食物了，跟你去借点吃的。1包泡面你竟然要价1万，你给我记着，等这场洪水过后，我一定要让你去踩缝纫机。怎么的？我的东西我想卖多少就卖多少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时有人做起了和事佬。好了，大家都是邻居，都少说一点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互助，共度难关。我看着群里的信息，不由笑了起来，真是太天真了，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。现在的灾难只是刚开始，虽然有了官方的答复，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而且还只是口头答复。一些没有食物的人看着水面漂浮着的食品，纷纷开始拿出橡皮艇或者自制木筏去捞食物，更有甚者为了食物开始大打出手。你们赶紧给我滚开，这些东西我们鳄鱼帮要了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，这是我们先过来的。先过来的又能怎样？识相的赶紧给我离开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虽然迫于对方的威势，但想到没有食物只能被饿死，便不由又硬气了起来。妈的，你不让老子活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随后两拨人便打了起来。这种事情在末世很常见，这里也不过是众多事件里的一个缩影，而且越往后也只会愈演愈烈。这时王大妈又带着人过来撬我的门了。非凡，是这样的，政府虽然说会有救助，但是也不确定什么时候来。现在很多人都断粮了，所以我想组织大家出去打捞食物。现在外面很多人都在打捞，如果晚了的话可就没有了。我扫了一眼他身旁的那些人，都是他拉拢的那些，估计真的打捞回来也只会进了他的口袋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便道：我不去。刘非凡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怎么老是唱反调？让别人赞助你家你不肯，现在让你一起去打捞食物，你也不去，你是食物多的吃不完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拿出来给那些断粮的人。老东西，老子有没有食物是老子的事，不用你在这指手画脚。还有就是以后别再过来烦我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浪费。说完我直接关上了门。这个刘非凡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等以后我一定让你好看。由于洪水来得突然，大家基本都没有储备食物，所以缺粮的人越来越多，人们不得不冒着大雨出来搜寻食物。由于食物长时间的短缺，社会秩序也面临着崩塌。现在的人们为了活下去，只是几块面包就能让彼此大打出手。由于我已经提前囤积了足够的食物，所以并不受影响。而且在我的不断努力下，我的空间等级也有了很大的提升，里面已经可以放养家禽跟牲畜，相信再过不久就可以吃到新鲜的鸡蛋和鸭蛋，同时也能实现吃肉自由。目前能源跟食物都得到了初步的解决，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给空间提升等级，让气灵尽快凝聚实体。因为气灵凝聚出实体以后，就能帮我打理空间跟种植粮食了。毕竟我要建立自己的末世基地，食物保障是重要的环节，所以我必须要抓紧时间。因为再过3个月就是极寒天气，到时候洪水都会结成冰，那时候再想去搜寻翡翠玉石跟黄金，那是相当困难了。所以我必须在极寒来临前尽可能多的搜集。根据上师的记忆，在隔壁市就有一个周小富珠宝的加工基地，那里存放有大量翡翠的原石，只要能得到，绝对可以帮气灵凝聚实体，
所以我决定去那里看一下。刚来到外面，就看到这里站满了人，仔细看了一下，原来都是在钓鱼。也是，对于没有储存食物的人来说，钓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然而，鱼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钓到的。没有钓到鱼的人，就开始打起了别人战利品的主意。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拿我的鱼？这是我好不容易钓到的。兄弟，你钓鱼技术这么好，肯定也不缺这几条，你就把这几条鱼给我吧。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实在饿得受不了了。你饿不饿那是你的事，我家里也早就没食物了，而且还有老人和孩子，也指望这几条鱼，你赶紧给我拿回来。我不管，现在鱼在我手上，那就是我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妈的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赶紧给老子拿过来。说了，在我手上的东西，那就是我的。你大爷的，敢跟我耍无赖，那我就给你长长记性。说完，便直接跳过去跟对方打了起来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这只是秩序崩塌的前兆而已。而随着食物的短缺，这样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。在末世里，只有你口袋里有粮，手里有枪，才有生存下去的权利，否则只能任人摆布。没有过多的停留，我直接来到楼顶，眼看四下无人，我直接取出直升机往目的地飞去。因为官方的直升机刚刚来过，因此我也不怕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在高空往下看，水面上已经有很多人借助各种水上交通工具在打捞物资，而在不远处，有一群人为了几箱物资正在大打出手。看来随着食物的短缺，正常的秩序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这就是真实末世生存，而这也仅仅只是开始而已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我先将直升飞机收进了空间，然后又取出船在附近搜索起来。因为雨水已经把建筑都给淹没了，所以一时间我也找不到具体的位置。不过好在气灵能感知周围的玉石跟黄金，我也不至于盲目寻找。在我驾船驶过一处时，突然气灵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了起来。主人，我感受到这下面有能量波动。我一听，瞬间来了精神，直接从空间取出潜水服，换好后便潜了下去。在气灵的指引下，我来到一间珠宝店前，没有犹豫，直接破门进去，把里面的珠宝统统收到空间后，我又继续搜索了起来。因为存放翡翠原石的仓库还没有找到，这可是我此行的主要目标。我随着气灵的感知来到一间仓库前，这时脑海里突然传出气灵激动的声音：主人，我感知到里面有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，肯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。听到后我也高兴了起来，哈哈，这里应该就是存放翡翠原石的仓库了。随后我从空间里拿出风具，将门打开后直接进到里面，放眼望去，只见仓库里放着满满的翡翠原石，哈哈，这下可发达了。没有过多犹豫，我直接将其全部收到空间中。随着原石的放入，我感觉到空间狠狠地震动起来，看来我的空间等级又要提升一大截了。随后我又让气灵感受了一下，确认周围没有能量波动后，便准备回去。来到外面，我从空间取出直升飞机，朝着自己小区的方向飞了过去。刚回到家，我便准备进入我的空间。这次先是吸收了不少珠宝玉石，然后又足足吸收了一仓库的翡翠原石，应该能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果然，空间相较之前大了好几倍，而且气灵也已经凝聚了实体，看起来就是一只小猫。虽然感觉不出有什么特别，但看着挺可爱。主人，我现在已经凝聚了实体，以后就可以帮你管理空间了，既可以帮你放养那些牲畜，也能帮你开垦土地，种植蔬菜和粮食。太好了，那以后空间就交给你管理了。对了，主人，由于这次吸收了足够多的翡翠原石，空间等级也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，仓库空间那里的时间已经变成绝对静止的了，就是无论你放什么进去，它都会保持在那一瞬间，永远不会变。还有就是森林空间的时间流速提升了5倍，也就是说在森林空间的1个小时等于外面时间的5个小时，而动植物的成长速度也比原先快5倍。哈哈，那岂不是说在外界要几个月才能成熟的粮食，在这里只要1个来月就行？对的，主人。而且牲畜的成长速度也是一样，哈哈，再加上空间仓库的配合，更是完全不用担心储存的问题，真是意外的惊喜啊！有了这2样，那我接下来建立自己的末世基地的话，就不用为食物的问题担心了，而且更会有源源不断食物供给。这时我忽然想到，既然空间等级有了飞跃般的提升，气灵现在又凝聚了实体，那我可不可以把外面的人弄到空间里？主人，目前还不行，空间的等级还不足以支撑高等智慧生物进入。好吧，看来还要继续努力升级空间。随后我将从空间仓库里拿出的蔬菜跟农作物的种子交给他，并交代他将其播种。安排完后，我便退出了空间。刚来到外面，我听到了激烈的敲门声。随着食物的紧缺，为了生存，人们已经开始抢夺他人物资，暴雨还在继续下，此时的水位已经上涨至20层。居委会的王大妈仗着自己手里的权势，便聚集了一帮人，打着统一管理分配的名头，强迫每家每户交一些粮食给他们。我所在的5号楼，在我出去搜寻翡翠原石的这段时间，已经被王大妈逼迫着都交了。这天我刚从空间里出来，王大妈就带着人来敲我的门了。
非凡，你也知道，政府已经说了会出手救助，但是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，也没有送物资过来。咱们这里已经有人断粮了，都是邻居，应该互帮互助，有力出力，有粮出粮。你如果有余粮的话，就拿出来些多少就记一下。早就跟你说了，我没有余粮。刘非凡，自从上次我组织大家一起出去打捞物资，被你拒绝后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在家里囤了不少食物。你先拿出来给我们，等到政府送物资送过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多分配一些给你。不需要。小子，我丑话说在前，你只是一个人，我们这有这么多人，要是哪天你发生点意外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识相的话，赶紧把你储存的食物拿出来，我们还是邻居，否则什么？如果我不交食物，你要把我怎么样？刘非凡，你不要冲动，有事好商量。没有什么可商量的，要粮食没有，要命就自己过来拿。一群人没想到我上来就要玩命，直接吓得不敢说话。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。妈的，这小子真是嚣张！那你刚才倒是上呀！眼见如此，王大妈便带着人灰溜溜的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刚睡醒的我突然意识到，先前囤积药物的时候，由于怕过期，并没有购买太多。现在我的空间仓库经过升级，已经储存任何物品都不会过期了。那我也要再去储存一些药品了。毕竟末世里药物比食物更加的稀缺，由于药品都是密封包装，所以短时间泡在水里问题应该不大。我当即决定开着船出去寻找医院和药店。随着时间的不断过去，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没有了食物。为了生存，人们已经不再遵守正常的治理，随处可见的抢夺物资，我也早已习惯。我这次出来只想安安稳稳的再储存一批药，不想跟别人有什么冲突。但如果有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打我的主意，那可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了。可能是见我一个人身单力薄，似乎有人认为我好欺，于是便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开着皮艇过来挡住了我去路。只见上面还有不少的物资，估计也是抢了别人的。小子，识相点，自己跳下去，传给我们，可以饶你不死。呵，还真是过来打劫我的。我也懒得和他们废话，直接从身上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武器，自己跳下去，皮艇和物资留下，我可以饶了你们的狗命。见我有枪，他们也是吓得不行，没有废话，立马跳了下去。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，真是没骨气。我看了一下周围，见没人注意，直接将皮艇和物资收进了空间，随后便继续寻找药店。我先是去了几个熟知的药店，但无一例外，里面都空空如也。看来已经有人也意识到了此次的灾难，开始囤积药物了。看来只能去大医院碰碰运气了。由于此时洪水淹没了大部分的高层建筑，没有了参照物，从水面上根本看不出医院的具体位置。于是我换上了潜水服，潜了下去，找了很长时间，终于找到了一家大型医院。这么大的医院，就算有人过来，也不能把药物都搬空吧。我向着医院里的药房游去，却发现里面药物竟然都还在。看来公家的东西现在还没人敢下手，真是便宜了我。没有犹豫，我直接都收到空间中。随后我又找到了药房仓库，里面的药物也是满满当当。我将它们也都收进了空间。这一趟真没有白来，有了这批药物，我对打造自己的实力更有信心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先来到了我的空间。此时空间精灵已经按照我的吩咐把土地开垦好了，还种上了蔬菜和粮食。不枉我这么努力收集玉石给他凝聚肉身，真是一个好帮手啊。既然后勤已经得到了保障，接下来就要着手组建自己的原始班底了，真是期待啊。末世已经开始1个多月，暴雨没有丝毫要停止迹象，所有人的食物都所剩无几。业主小区群开始高价买食物。谁的家还有吃的？我和孩子已经2天没吃饭了，我可以高价买。我家还有几块面包，需要的话可以卖给你，但是1块面包我要1000。就在这时，我二叔的儿子刘浩直接对着手机说道：1块面包我出1万，大家手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刘浩的话直接让整个小区炸了锅。什么？1块面包竟然出价1万？我没听错吧？别这样哄抬物价，我有点害怕，这场灾难一定会过去的，真的没必要这样。1块面包出价1万，真以为是世界末日了，至于这么疯狂吗？老子我有的是钱，想出多少就出多少，如果有愿意卖直接私信我。这是一位宝妈悲伤的拿着手机说道：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我们家已经没有食物了，现在买食物就是救命，你怎么能这样哄抬物价？这时王大妈也跳了出来：刘好，你这样恶意哄抬物价是违法的，大妈警告你赶紧收手，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的话，我就要汇报组织，让组织治你的罪。王大妈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跳出来，并不是为了什么正义，而是她知道如果食物都被刘浩买走的话，她就没办法再打着统一管理的名头收食物了。你个老东西，少出来多管闲事，小心我收拾你。现在我出的就是这个价格，有能力你们就出更高的价格，愿意卖给谁是他们的自由。欺软怕硬的王大妈直接背对的不敢回话，而无奈的宝妈只好在群里求助：请大家帮助一下我们，我女儿才出生5个月，我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实在没有奶水喂养她了，
我们俩都快饿死了。最终，女人通过卖惨赢得了同情，得到了少量的食物，而刘浩也以凭着超能力从邻居那里买到了不少食物。卖掉食物的邻居还在笑刘浩人傻钱多，但是不久之后，他们就会发现现在的行为有多么的愚蠢。这不是卖食物，这是在卖自己的命。而且现在得到的这些钱也将会变得连废纸都不如，拿来擦屁股都嫌硬。又过了1个礼拜，一些人们手里的食物基本都吃光了，而组织也在半个月前送来最后一批后便再也没有动作。人们也终于意识到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灾难，组织再也无能为力，想要生存下去，只能靠自己。此时的王大妈也彻底撕去了伪装，从原先的强迫邻居主动交粮，直接变成强行闯入居民家中掠夺食物。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，这是我们仅剩的食物了，你们都拿走了，我们还怎么活？那是你的事。说罢，便要转身离开。你们这群狗东西，给我把食物放下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吆喝，还敢反抗？那凉快哪待着去吧！随后一脚将其踢倒，居民都被逼得不堪言。而我此刻却在家中享受着难得的安静，因为前段时间他们找我麻烦的时候被我吓退，所以一直没敢来找我。现在小区里已经形成了3股势力，分别是王大妈带领的居委帮、高启强的强盛帮，再就是我那二叔带领的一股势力。没想到被我开局偷家后，他靠着手下的人和资金又囤了一仓库的物资，哼，还真让我有些意外。努力囤吧，我有必要再让你体验一下绝望的感觉。随后我也意识到是时候开始组建自己的班底了。思忖间，一个名字出现在我脑海：秦学斌，我的保镖，原本是一名特种兵，后来因伤退役，被我父亲聘来成为我的私人保镖，而且跟我的关系很不错。上一世在末世里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是个值得信赖的伙伴。这一世我要建立末世基地，这人必然要收到麾下。末世前我已经提前提醒过他囤积物资，而末世的开始的前几天也和他有过联系，知道他住在哪里，所以当即就准备出去找他。而此时秦学斌这边，秦学斌，我知道你家里储存了不少物资，现在大家都缺粮，你还是乖乖的拿出来给大家分一下最好，否则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呵呵，不客气，物资就在老子屋里，哪个不怕死的，敢上来试试。小子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我们这么多人，你只有1个人。是吗？那就上来试试。小子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说罢双方便打了起来，而我也在随后赶了过来。没有犹豫，直接掏出枪。都给老子住手！竟然是枪！滚！哎，说罢，一帮人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。随后我便朝王学兵走了过去，并说明了此行的来意。兵子，我打算建立自己的势力，现在正缺人手，有没有兴趣来帮我？凡哥，我以后就跟你混了，有事你随时吩咐。随后我们将他那里的物资打包收拾好后，便回到我的住处。刚上楼就看见一群人围在我的门前，打算强行进入。妈的，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那可就别怪我了。随着雨水的不断上涨，食物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取，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食物开始加入王大妈的队伍，对周围的邻居进行抢劫。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，王大妈便又开始打起了我的注意。现在这栋楼里除了刘非凡，别的人手里的食物都被我们搜刮了一遍，基本没剩多少了。我今天又去楼下搜了一遍，连根毛都没找到。也就是说，在这栋楼里只有刘非凡那里还有食物。对，这场大雨开始前我就看到他在囤积食物，还是一卡车一卡车的买，所以他家里肯定有大量的食物，只要把他拿下，他那里的物资绝对够咱们度过这次灾难。哈哈，前面这小子还那么嚣张，这次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说完便带人来到我家门前，他们先是找了一个锁匠尝试着开锁，但锁匠鼓捣了一阵便道：他这门上安装的是特制的锁，我没办法打开。滚开，没用的东西，让我来。随后就打算强行开门，而我也在此时赶了回来，刚好撞见这一幕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非凡，你别误会，我们是因为这几天都没看见你，怕你在家出什么意外，所以打算进去看看。哦，是这样呀，我没事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非凡，还有一件事，水灾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楼里基本都断粮了，所以我们已经组建了一队人专门出去打捞物资。为了确保我们的人员有体力出去打捞食物，我们楼的食物都交给我，由我进行统一分配，而且楼里的居民都很同意我的做法。现在就差你一个人没有交物资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好配合。看着王大妈这恶心的嘴脸，我也懒得再和她废话，赶紧给我滚开。刘非凡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你要是不把囤积的物资给我拿出来，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切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要物资没有，要命就自己过来拿。但我要提醒你们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
小子，到了现在还敢放狠话，你还真是不知死活！今天爷爷就要给你点颜色瞧瞧。说罢便拿着武器朝我冲来。既然已经撕破脸皮，那我也没什么好保留的。末世生存法则就是动手能解决的事情绝不讲道理，直接掏真理。啊，你竟然有枪！你刚才说要干什么？我有点没听清。凡哥啊，不，凡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刚才是在开玩笑，你不要当真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惹了我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现在把你们抢夺的物资都给我搬到这里来，作为你们得罪我的代价。刘非凡，你把物资都拿走，我们还怎么活？要命还是物资，自己选。最终，在我用真理的感化下，王大妈等人乖乖的把物资给送了上来。我可以确定，他们手里肯定还留有食物，但我也没有再追究，毕竟把他们逼急了，找我拼命的话，可就不符合我的计划了。眼看物资搬的差不多了，我便朝王大妈一伙道：以后不准到我这一层楼上来，否则可别怪我手里的真理不长眼。现在你们可以走了。闻听此话，一伙人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。今天所发生的事，随后便在我们这栋楼里传开。而那些长期被王大妈欺压的人，纷纷有了来投靠我的想法。随着灾难的持续进行，此时的金钱已成废纸，而食物也已经极度匮乏。被我教训后，王大妈自知不是我的对手，转头便与李宏远勾结在了一起，准备利用李宏远对付我。身为混混出身的李宏远，在失去正常秩序的约束后，行为更加的丧心病狂。在抢夺物资的时候，一言不合就开枪杀人，并用尸体威慑其他业主，更是在群里威胁道：现在局势这么困难，大家伙都是为了活命，我也不想再动手杀人，咱们以后也可以和谐的相处，只要你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无偿提供一点食物，我保证大家可以平安无事。然而，这只是李宏远为了稳住其他业主说的一些谎话罢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他的手下就来到一个女人家门前。这家的小娘们我已经盯了好几天了，说什么今晚也要把她上了。我也一样，那长相，那身材，那天只看了一眼就把魂给我勾走了，今晚一定要玩个够。随后便打算破门进去。而房间里的姜岩透过猫眼看到了这一幕，被吓得瑟瑟发抖，随后在绝望中拿起手机向业主群求救。大家快来救救我，他们在砸我家门，要强行闯进来，求求你们了，不然我会被弄死的。今天我要是出了事，那明天可就临到你们了。小燕呀，不是我们不下去救你，只是大家都是姐妹，这种情况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你可一定要顶住啊，否则被破门的话，说不定会把你给那啥的，他们那么多人会把你给玩坏的。姐妹建议你拼一下，能累死一个也好嘛，反正食物都被抢了，估计你也活不下去了，倒不如临死拉一个垫背的。你们听见他们如此说话，姜岩直接被气得瑟瑟发抖。这时他突然想到了我。刘非凡，你来救救我吧，前段时间你不是把他们收拾了一次吗？那他们肯定不是你的对手，你肯定能救我的。姑娘，我跟你很熟吗？他们那么多人，而且还有枪，我跟你非亲非故，凭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你？刘非凡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一个弱女子你都保护不了吗？你这样算什么男人？我要是死了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真是个奇葩，害你的人你不找，反倒怨我不去救你。我不是什么圣母，你也没有值得我出手的价值。我很忙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他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，房门被一脚踹开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小美人，今晚哥哥们可要好好陪你玩玩。另一边，我被其他人拉入另一个群。非凡，现在外面太危险了，李宏远跟王大妈他们已经联手，早晚会抢到我们身上来。我们大家现在必须团结起来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你们只有2个人，先前你还得罪过王大妈，现在他和李宏远联合在一起，不光有人，还有枪，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安全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现在大家分散着住，实在是太危险，所以我们决定搬到一起，这样即便李宏远他们要动我们，也要好好考虑一下。怎么你以为多几个人就能挡住李宏远手里的枪了？此时他身边另一个人插话道：我们联合在一起，最起码他们会有所忌惮，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好的据点，在里面死守，他们就不能拿我们怎么样。非凡，正好你家经过改造，而且你还有大量食物，所以只要让我们搬进你家，咱们一起绝对可以对抗李宏远他们。切，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跟我在这玩空手套白狼，我不需要。我现在过得非常舒服，我这地方小，养不了你们这些大神，你们还是找别人合作吧。刘非凡，现在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可不能目光那么短浅啊。这时另一个群成员也说话了：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占你的便宜，实际上大家在一起也是在变相的保护你啊。哟呵，还保护我？就凭你们几个也配？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，还真有脸说出口。好吧，非凡，我承认我们是想住到你的房子里，但是你想啊，你只要让我们进入你家避难，
你就可以救活好几条生命。难道你忍心看着我们被李宏远他们给杀死吗？我们可是你的朋友和邻居啊！现在这种时候，能不能活下去，全凭自己本事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是圣母，而且你们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的价值，有什么资格得到我的保护？说完，我直接退了群。真是一群恬不知耻的东西，敢将主意打到我的头上。此时那一伙人却慌了。张宇，你的计划失败了，刘非凡他根本不同意，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办？赵姐，你听我说，刘非凡家里经过改造，而且还囤有大量的物资。重点是现在他家里只有2个人，只要我们能够住进他的家里，以后的日子就会非常好过。是啊，咱们大家努力一下，把刘非凡拿下，不但能够对抗李宏远他们，而且以后也不用为食物发愁。可是他的态度已经摆出来了，根本不愿意让咱们住进去。他这种人也太自私了，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。对这种人咱们也用不着太客气。我注意他很久了，他家里一共就2个人，不如咱们用点特殊的手段。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。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只考虑自己，不顾及他人的死活，他凭什么住那么好的房子？可关键的是，他家的防盗门很结实，咱们又不会开锁，根本打不开呀。这件事情好办，只要让赵姐施展一下她的魅力，凭咱赵姐的美貌，绝对能让刘非凡乖乖开门。只要他打开防盗门，咱们这么多人一拥而入，我看他怎么反抗。好，交给老娘搞定。等老娘进门之后，我一定要他好看。第二天，赵鑫跟张宇一伙人便来到我家门前。一会我先去骗他放我进房间，然后再趁他不注意给你们把房间门打开，到时候你们直接进去把他俩控制住。好的，赵姐，只要我们进到他家里，一定把他拿下，到时候里面的一切都是我们的。另一边，我透过门外安装的隐形摄像头，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强哥，让我出去教训他们一下。不急，正好闲着无聊，先陪他们玩玩。刘非凡，你开一下门好不好？人家有事找你。什么事？非凡，你也知道，王大妈因为上次被你教训后，已经与李宏远联合在了一起。本来他们只是抢夺物资，但自从他们勾结在一起后，已经不光局限于抢夺物资了，还会杀人劫色。咱们楼里已经有好多人遭到他们的毒手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特意过来埋怨我吗？不，非凡，你误会了。人家想说的是，现在这世道这么乱，人家又是个女孩子，自己一个人住真的很危险，所以人家想能不能搬过来跟你一块住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了，值得我保护。非凡，你真坏。这样吧，只要你同意让人家搬进来，人家什么都听你的。小子，先让你嚣张一会，等你落到我的手里，有你好看的。这个恶毒的女人，真以为我这么好骗？那我问你，会洗衣做饭吗？能出去寻找物资吗？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，我要你这个废物有什么用？赵鑫直接被我骂傻了，愣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。刘非凡，你竟敢耍我，我要杀了你！看到我关门后，张宇他们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走了过来。刘非凡，你这个狗东西，赶紧给老子滚出来！我们让赵姐过来和你商量合作，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人？哟呵，来这么多人还都藏在暗着，是来跟我谈合作？我看明明就是想合伙抢我的房子，被我识破，还有脸在这里狗叫，真是笑死爹了！告诉你，老子就是耍你，有能耐你打我啊！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刘非凡，我们真的没有恶意，只是想和你谈谈，但是你只想戏耍我们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吧？牛逼啊！脸皮厚到这种程度也是没谁了。你先骗我进到我的屋子里，再偷偷给他们开门，然后让他们进来把我拿下。下一步应该就是把我嘎了，或者是把我赶出去，让我自生自灭。然后你们就可以安心的主宰我的房子里，用着我囤积的物资，是这样吧？眼见被我识破，张宇直接愤怒的道：刘非凡，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立马开门放我们进去，否则后果可不是你能承受的。我承受不起，那我倒要好好见识下了。非凡，我们真的不会伤害你，我们只是想和你住在一起，共同面对灾难，到时候我们都听你的，让你住主卧，房子你也随便使用。你的脑子是进屎了吗？房子本来就是我的，用得着你来分配吗？看你真是病得不轻，老子已经没心情陪你们玩了，赶紧给我滚！闻听此言，几人便聚在一起。怎么办？刘非凡铁定不会开门，而我们也不会开锁，看来只能撬门了。但要是我们砸门的话，万一闹得动静大了，把李宏远他们引来，可就麻烦了。要不我们先撤？怕什么？这里可是38层，就算李宏远真爬上来，我们也能提前发现，到时候我们直接回家。现在主事先搞定这个刘非凡。我同意。看情况他似乎已经提前知道了这场灾难，早就做好了准备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这刘非凡就更可恨了，明知道灾难要来了，但只顾自己，没有提前通知我们。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，
现在立刻回去寻找合适的工具，准备破门。随后几个人围在一起嘀咕了好一会儿，便离开了。而我跟秦学兵正通过监控看着他们。兵子，咱们现在要组建势力，正好借这次机会看看楼里到底有多少不稳定因素，一次性给解决。凡哥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过了一会儿，张宇他们几个人便回来了。只见他们手里拿着大锤跟斧子等工具，直接开始砸门。但忙活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发现门一点变化都没有。妈的，这门到底是什么做的？咱们砸了这么久，上面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这刘非凡真是畜生啊！竟然在房子上装这种门，看这样子，咱们再怎么忙活也不可能打开的。听到这话，张宇绝望了。好，既然我得不到，那你也别想好过。各位邻居，我是张宇。我发现刘非凡家中不光储存有大量的食物，还有不少的药品，而且他们只有2个人。大伙一块来他家门打开，他家的物资足够我们度过这次灾难。真是活腻了，赶去打劫刘非凡，他可是有枪的。切，别唬人了，在咱们国家普通人怎么可能有枪？那你说王大妈一伙是怎么被他们2个人教训的，还乖乖的献出了物资？王大妈那伙人就是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，肯定是被他唬住的，他手里的枪也肯定是假的。我现在就在刘非凡家门前，已经砸了很长时间的门了。他要是有枪的话，早就出来了，但他到现在都没敢露头，所以我断定他手里的枪肯定是假的。大家快来，来晚了可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。很快在张宇的鼓动下，就来了不少人，直接加入张宇他们，开始砸我家大门。看到没有，兵子，末世里最危险就是人心，现在人来的也差不多了，该给他们一点教训了。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赶紧给我滚！小子，拿把玩具枪吓唬谁呢？有本事你开枪呀！好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就满足你。一声尖叫声传来，什么？你的枪竟然是真的！大家快跑呀！现在知道害怕了，已经晚了。然后继续开枪，随后又有几人拿到盒饭，剩余的人更是头都不敢回，玩命的跑，只恨自己少生了2条腿。张宇，都是你们害的！你不是说他的枪是假的吗？而且他一出来你就跑得那么远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砸了那么久的门，他都没敢露头。那为什么我们一过去他就出来了，而且只对我们开枪？你们几个人连点伤都没有，肯定是你们合伙设计骗我们过去，就是想杀了我们，抢夺我们的物资。小子，你们如此恶毒，那就别怪我们了。随后人群直接一拥而上，围住张宇几人开始爆。另一边，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语音：小心，李宏远要对你下手。末日丧尸爆发，我被最好的闺蜜和弟弟推下了车，他们带着我辛苦找来的物资开车离去，留下我在原地被丧尸撕咬。而在我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，看到我曾经最恨的男人挥舞着军刀，想要把我从丧尸的嘴里救出来。原来他这么爱我，从没有变过。可惜我们要做一对丧尸夫妻了。我猛然睁开了眼，感觉到了不对劲。这里不是我和毛不凡新房的卧室吗？我急忙打开手机。2025年5月29日，我和毛不凡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，更是上辈子我和毛不凡离婚的日子。而此时，距离末日爆发还有7天。想到上辈子毛不凡为了我，奋不顾身闯到丧尸堆里癫狂的样子，我的眼泪流了出来。毛不凡呢？我拿起手机，正想给毛不凡打电话，忽然看到微信上不断弹出来的消息，消息都来自上辈子那一对害我的狗男女。柳如烟是我高中时代的好闺蜜，也是导致我和毛不凡离婚的罪魁祸首。她在我们结婚后捏造说毛不凡醉酒后想要侵犯她，撺掇我和毛不凡离婚。我看着柳如烟的名字，恨不得穿过屏幕杀了这贱人。我现在还记得他们推我下车的最后一刻，柳如烟阴冷的笑容。你知道吗？毛不凡从来没有背叛过你，他根本就没碰过我。我说的话都是骗你的，可惜你却不信他，真是个不自信的蠢货。是啊，我从来都是不自信的蠢货，一直不敢相信毛不凡怎么会喜欢平平无奇的我。可是现在我很自信，毛不凡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我还有什么不自信的呢？毛不凡，这辈子换我来守护你。我点开我那同父异母的弟弟米泽的微信，他们真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。我和毛不凡离婚后，好拿走我的房子做他们的新房。这2个贱人其实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，想要我的房子也不是不可以。也许我可以帮他们提前实现这个梦想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关掉了手机的微信界面，给毛不凡打了一个电话，打了2遍，都是无人接听。我才猛然记起，毛不凡怕我打电话过去跟他提离婚，这段时间他是从来不接我的电话的。上辈子我们今天能办到离婚证，
还是因为米泽把藏在公司的毛不凡给找了出来，毛不凡避无可避，才心灰意冷的和我扯了离婚证。想到我们离婚的时候，毛不凡那个脆弱受伤的眼神，我的心就揪着疼。正准备给毛不凡发微信，毛不凡的电话忽然回了过来，他的语气悲凉而深沉。米粒，我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你可能不相信我说的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末世马上就要来了。米粒，我们一起好好活下去，好吗？毛不凡，我信你，你快回来，我们再不分开了。电话里不太方便，你在哪里？我来找你。万万没想到，毛不凡也重生了。挂断电话，我平复了一下心绪，脑子里急速地思索着下一步该做什么。距离末日到来只有7天了，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末日里最重要的就是物资，上辈子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出去找物资的路上被丧尸给咬死的，包括我自己。想到这，我忙打开银行 APP， 查看上面的存款余额，总共80万，这是我和毛不凡的全部存款。要买的东西太多，80万太少了。我又打开各种软件，在某东某宝和某团某抖各种能贷款的 APP 上录了一把贷款。不一会儿，扣除手续费，借贷的60万也到账了。现在我们有140万了。此时，手机上弹出了一条新闻：今日在 W 市的菜市场附近出现了一起狂犬病咬人的事件，不过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，控制了局面，请市民不要惊慌。我的心头一阵发怵，我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狂犬病，而是丧尸异化的先兆，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。接着出现大批量的人传人，然后城市整体瘫痪，末世到来了。我知道必须要尽快囤物资了，后面出门会越来越不安全了。我打开手机备忘录，计划下接下来都要买什么。首先是吃的，大米、白面、大豆、食用油，还有罐头、腊肉、腊肠这样容易存储的食物。门锁转动的声音传来，我猛然站起身，痴痴地望着大门口。我知道是毛不凡回来了。毛不凡，米粒，谢天谢地，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。毛不凡的怀抱干燥而温暖，让我忍不住沉沦。可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做别的。克制的分开后，我和毛不凡进行了简单的复盘，一致决定先搞到钱买物资，然后老老实实的在末世苟下去。当然，上辈子害我们的人，我们也不介意修理一下。我拿起手机让毛不凡也去各大平台贷款，最终扣除手续费有90万，现在我们卡上的余额就有230万了。我继续打开备忘录，开始记录要买的东西。米粒，我们的这个小区入住率高，等到丧尸病毒爆发，这里会变成人间炼狱，我们要换一个地方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毛不凡，要不我们去郊外或者乡下？郊外和乡下人口相对来说少，丧尸病毒爆发后，这些地方相对来说最安全。而且农村有地可以种菜种粮食，人们的生活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。上辈子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我就和米泽他们一起住在这里，早就见识过这里的人间地狱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不过这么短时间内去农村找个心仪的房子不太现实。米粒，我们去郊外租个别墅吧。说干就干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打开某租房软件看了起来。最后毛不凡在我看中的3栋别墅里选中了揽月花园别墅。别墅在人烟稀少的半山腰上，介绍说别墅的安防措施做得非常好，围墙都足足有5米高。我也很喜欢这里，只是可惜没有地下室，这样存放物资就是一个大问题。毛不凡勾起唇角，意味不明的一笑。米粒，这个别墅的地下室非常够用，相信我，就租它。我当然相信毛不凡。随后毛不凡给中介打了一个电话，约定了马上看房和签合同的事宜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就开着车，拉着我们顺路在超市买来的第一批物资，出现在了别墅里面。这栋别墅装修豪华，占地面积很大，1个月的租金要4万。我们没有讲价，以押1付3的一共16万的价格签订了租房合约。现在有一件事要麻烦你，我们在市中心有一套130平的房子，现在我们急用钱想要脱手，麻烦你帮我们处理一下。没问题，您把具体的位置、房号这些告诉我，我肯定会尽快帮2位卖出去的。毛不凡把地段、小区和楼层号那些报了出来后，中介小伙说我们那个小区那个面积的房子现在的市场价至少是1300万。毛不凡和我对视一眼道，我们夫妻2人在开公司，这段时间生意上出了点问题，急需资金回笼，只要有人愿意买，我们也不要1300万了，800万卖给他，不过必须是现金，不接受银行贷款。那好，我保证尽快给你们卖出去。中介小哥一走，我们又打量起这个别墅来，围墙和租房软件上介绍的一样，真的有5米高，给我一种稳稳的安全感。不过我还是打算在围墙上再布一层防护电网。在末世，危险的不光是丧尸，还有人类。别墅的绿化打理得很好，院子里还有一个大池塘，
里面养着几条红红的锦鲤，花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花，开得最好的是一大团一大团五颜六色的绣球，看上去漂亮极了。看到这么美丽的花园，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。我待会就买上几百袋蔬菜种子，到时候在花园里种满菜。别墅一共有3层，在别墅的房顶上，我注意到那里铺满了太阳能光板。有了这个东西，在末世就不愁没电用了。我这会才注意到一直在身边的毛不凡不见了。我循着他过去，就看到了这个别墅的后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中介竟然没有把后院的图片挂在网上。这个后院真是一整个大惊喜啊！首先是一个透明的玻璃花房，这个花房可是现成的蔬菜大棚啊，到时候冬天我也有新鲜的蔬菜吃了。而且花房外面还有一口水井，完美的解决了我们末世后饮用水的问题。米粒，过来这里。我忙走了过去，就看到毛不凡拉了下花房角落里挂着的一盆吊兰，然后奇迹出现了，花房的地板忽然动了起来，随后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缺口。走，我带你去看地下室。原来地下室在这里，这也太带劲了吧！走到地下室，毛不凡就打开了墙上的电灯开关，在开关开启的刹那，我差点惊叫出声。这里布置的也太漂亮了吧！客厅设置成了休闲区，入目就是一个巨大的幕布，可以看电视电影，然后正对着的是一套舒适的真皮沙发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客厅里还摆放了一个大冰箱，一个大冰柜，还有惊喜，要不要看？要看，要看。他带着我走到次卧，按了一下墙上的一副人物画的眼睛，次卧墙壁上便就出现了一道暗门。毛不凡进去打开了里面的电灯，我才发现这又是一个朝下的楼梯，楼梯的尽头是地下室的2层，布局和1楼地下室一模一样。哇，4室1厅1厨2卫。这里原主人好像是想来存放什么东西的，打了很多架子，但是还没来得及放上任何东西。不过这些空架子可是太好了，正好可以让我们放物资。而且地下2层带给我的惊喜远不止这些。我在一间小房子里发现了一整套的发电设备，另一个小屋子里放着一套新风设备，怪不得地下室一点异味都闻不到，原来是这个在工作。还有一个卫生间则被改造成了垃圾和污水处理室。我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，对于末世即将来临的担忧放下了一半。有了这么一个堡垒，我和毛不凡未来的日子就会轻松很多。只要物资备得充足，哪怕我们在这里苟个10来年都不是问题。米粒，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有了这，我们再不用跟上辈子一样东躲西藏了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下室的呢？你没有注意到这个房东也姓毛吗？也姓毛？莫非？我很快就知道毛不凡为什么对这里如此熟悉了，因为他就是这栋别墅以前的主人。当年17岁的他和他爸爸一起设计建造了这里，这本是他爸爸准备送给他18岁的成人礼，可惜在别墅刚刚装修好不久，他18岁生日的前1个月，他的父母却因为交通事故离开了他，而这栋别墅和家里的绝大多数财产都被他的黑心大伯给侵占了。没想到那老东西不识货，竟然还把这个别墅租了出来，正好被毛不凡看到了。毛不凡爸爸的礼物，我们最终还是收到了，真好。毛不凡，我们找个师傅换锁吧。不光换锁，还要给围墙加电网。走到楼上，我们便开始准备着手改造别墅。首先是联系换锁和装电网的师傅。屋子里的家具都是齐全的，厨房里有一个冰柜和双开门的冰箱，2楼和3楼也有一个冰箱。不过这些远远不够，我还是需要添置。于是我下单了2个大冰柜。这样大的别墅，买几个冰柜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的。别墅的大门和玻璃都是防弹防爆级别的，非常厚实。我看了看窗帘，决定将窗帘全部换成遮光的。用这个，我们到时候在家里用电灯，外面的人和丧尸也发现不了。很快，换锁和装电网的师傅就过来了。不一会时间，换锁的师傅就把门锁换好了。师傅，有没有更先进安全的大门？还真有一款，就算是普通的炸弹来着，都不会有事。防爆级别是 SSS 级的，银行金库的防爆门就是这种材质的。那给我们来一个，就装在这第1道大门外面。你想装2层门啊？可这个门不好定啊，一般要等1个月呢。那我出双倍价格，你3天之内能给我弄来吗？多1倍的价格，就算是不可以，当然也要可以了。师傅在超能力的加持下，当即表示3天后一定把大门送过来。接着，毛不凡就去找电工师傅。围墙太高，电网安装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。还好，电工师傅一共来了4个，人多干起活来效率不低。毛不凡看着师傅们干得差不多，又临时给他们加了活，就是在别墅的房子周围再加上一层电网。电工师傅奇怪地看着他道：你们2个小年轻，在家里弄那么多电网干什么？你们这个别墅区可是这里数1数2的小区了，难道这个安保还不好吗？毛不凡呵呵笑道：我爱人胆子小，有轻度的被害妄想症，家里的防护弄得好一些，他住得安心，
我也就放心了。闻言，我瞪了一眼毛不凡，他对着我眨眼调皮的笑了笑。嘿嘿，知道了。没想到你们夫妻的感情真好啊！哎，等我干完这一单活，我也回去看看我老婆孩子。听到这话，我忙道：对，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又爆发了。你们干完这单最好都回去，家里多囤粮食，少出门，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。说完，我和毛不凡不由得靠近了一些，心中有了一点欣慰。我们两个虽然重生了，但是力量还是太小了。我们也是平凡人，只能自保。原谅我们只能隐晦的提醒你们，再多的真的做不到了。这会时间已经是中午1点。毛不凡，安装窗帘的师傅快到了，你就留在家里监工，冰柜到了再签收一下。我先出去租一个仓库，方便我们中转东西，然后再去超市采购一些物资。好，你一个人小心点。刚想离开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米泽的名字就出现在屏幕上。我和毛不凡对视了一眼，就当着他的面把电话接起。姐，你在哪？我去你家敲门你也不在，去毛不凡公司找他，他也不知道躲哪里去了。你们到底谈的怎么样了？我故意叹了口气道：阿泽啊，毛不凡同意离婚了。真的啊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姐，恭喜你摆脱渣男。但是他不同意净身出户。什么？毛不凡这个渣男，这个狗东西，是他先背叛的你，他凭什么不净身出户？姐，你不会同意了吧？随后我就装作伤心的说自己实在太累了，什么都不想要了，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生活。对面的米泽着急的不行，好像净身出户的人是他一样。目的达到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心中默数了10秒，手机铃声再次响起。这次手机屏幕上跳跃的名字是柳如烟。这两个贱人信息互通的是真的快啊，说不定现在他们就在一起。我等着手机一连响了2次，才漫不经心的慢慢接起。电话对面的柳如烟一副言辞恳切，为我着想的样子。要是以前我是真的会毫无保留的相信他，可是现在我只想狠狠的撕碎他。我忍住内心的恶心，沉默了2秒道：如烟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见到毛不凡了。他这种人，我是1分钟都不想和他在一起。我就是想离婚，什么都可以不要。那你就真的什么都不要，岂不是白让这个渣男睡了大半年？毛不凡他就这么不要脸？我握手成拳，忍住心中翻涌的怒气。毛不凡也不是什么都不愿意给我的，我刚刚没跟阿泽说，其实毛不凡是想把这套房子留给我的。然后我告诉柳如烟，毛不凡现在有250万的外债，只要我把这些外债还清，房子就能过户给我。又隐晦的表达我反正也拿不出这么多钱，就不打算要房子了。没想到米泽竟然急切地抢过电话说道：姐，你千万别签啊，不就是250万吗？我们给你想办法。瞧这两人都忘了掩饰待在一起的事了，之前在我面前都表现得不熟的。沉默几秒后，我用感动呜咽的声线道：谢谢阿泽，谢谢如烟，可是你们要尽快啊。毛不凡说只给我3天时间凑钱，要是凑不到的话，他就不跟我离婚了。好，姐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给你凑到250万，不会让你吃亏的，你可是我亲姐啊。挂了电话，我轻笑出声，这两个250，这就上钩了，想用250万换我的大房子呢。到末日来临的那一刻，我再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，他们的表情肯定很精彩吧。我先花1万块钱在别墅附近租了一个仓库，然后又花38万买了一辆大货车，多付了1000块钱让对方帮我加满油，再停到仓库旁边。办完这一切，我就去市场采购了。我没有选择去超市，而是去了本市的综合性批发市场。一是价格便宜，二是这里买再多的东西也不会招人怀疑。我先到批发米面粮油的门店，要了大米、白面、大豆以及其他能吃的豆类，还有菜籽油、花生油、玉米油和橄榄油这些。日期要拿最新的，东西配好后，我会安排货车来拉走。随后跟毛不凡通了电话，让他忙完了把货车开过来装货，让毛不凡直接把货拉到仓库，趁晚上人少的时候再开去别墅，可以节省掉中间上下货的环节，也能避免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。囤完粮油，我来到调料店，生抽、陈醋、老抽、料酒、郫县豆瓣酱、黄豆酱、花椒面和胡椒粉，还有盐。毕竟在末世，在其他调味品都没有的情况下，只凭盐都能够让饭菜变得有滋味。然后我还挑了火锅料、汤料和各种鱼调料，之后又买了些大料和各种下饭拌饭的酱料。这些东西能多囤点就多囤点，到了末日也要吃得香。货车在粮油店那边估计就装满了，这些东西我就让直接送到仓库。这时毛不凡打电话过来，米粒，有卖家愿意出800万买我们的房子，给的是现金，明天就能办手续，还打了50万的定金，我转你了。
看到卡上多出的余额，我再次投入到了热烈的扫货之中。干货、腊肠、腊肉、干鱼、午餐肉，还有一些速食饭和面也买了不少。买完这些，毛不凡也过来了。我跟他说了一下买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兵分两路，他去别的地方订货。这会快到7点，批发市场就要下班了。于是我赶紧去日用品批发店买了好多纸巾、湿巾、牙刷、药膏、香皂、肥皂、洗衣液、姨妈巾这样的日用品。米粒，你忙完了吗？忙完了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也差不多了，我给你发个定位。我开着车一到，毛不凡就神神秘秘地搬上来几大箱东西，是各种刀具、菜刀、砍刀，还有斧头、锯子什么的。在这些刀具里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把崭新的军刀。上辈子，毛不凡就是拿着一把这样的军刀，闯进丧尸堆里来救我的。粮油店的货物全部装好后，已经是晚上8点。8点40，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别墅，草草吃了饭，就开始卸货了。米面粮油是末世里最重要的物资，但是米面不易储存，天热就会长虫，所以我们决定把米面粮油放到相对凉爽的地下2层。凌晨4点，终于卸完了全部的货物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是被继母的电话吵醒的，7通未接来电，都是陈诗雨、米泽他妈。这个老妖婆估计是按捺不住，来刺探情况了，还挺沉得住气的，忍到了现在。电话铃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我接了起来。米粒，你是不是在找死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我给你打了几个电话？我差点以为你死了。我强忍着恶心，听着他连珠炮一样的责骂。发泄完，陈诗雨终于问起了正事。米粒，你和毛不凡到底咋谈的？你弟说你现在需要250万。重点终于来了，我酝酿了一下情绪。陈姨，你别听阿泽乱说，我不要钱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你什么意思？陈姨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的。你们存钱也不容易，250万可不是什么小数目，都怪我，不该跟如烟和阿泽说。总之都是我不好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挂了。哎，你别挂，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？不就是250万吗？我们一起想办法。陈诗雨喋喋不休地说着，生怕我想不开真的净身出户，还再三保证明天就能凑够250万，然后给我转过来。而我再三婉拒后，终于答应收下这笔钱。挂完电话，我和毛不凡相视而笑，撒出去的鱼饵很快就能收网了。离末世来临还有6天，我们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毛不凡去办理过户手续，我则是留心房里收拾东西，衣物收了2箱子，其他的就拿了一些紧要的东西和首饰。搬完东西，我就去房地产交易中心接毛不凡。接到毛不凡，我的卡上又多了750万。接下来我们又去囤了好多桶装水，毛不凡还买了2套净水设备。我们以开超市为借口，辗转在批发市场大肆购买东西，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到了晚上，就去仓库将物资运回别墅。第3天晚上，我正在仓库搬运东西，就接到了陈诗雨的电话。米粒啊，我们给你把钱凑够了，你终于可以和毛不凡离婚了。那可真是谢谢陈姨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的卡上又多了250万。这250万，其中150万是陈诗雨这么多年攒下来的，40万是找米泽舅舅借的，60万是米泽和柳如烟不知道问谁借的。很好，我恨的人没一个幸免。米泽的舅舅在我小的时候可没少帮他姐姐虐待我，到时候等他们知道真相，他们肯定会气疯吧。而这些都还是一个开始。我和毛不凡给他们准备的有别的套餐呢。毛不凡找了在通信公司上班的熟人，以免费升级路由器的借口进他们家里放了一个小东西，为表感谢，毛不凡给了对方一点心意。还好一提醒，疫情越来越严重了，最好在家里多囤点物资。我又买了5个大冰柜，里面填满了我买来的猪鸭鸡肉还有鱼和虾。毛不凡买了好多隔音棉，把地下室的墙壁全部包了一遍。如果最后别墅被人从外面攻破，地下室将会是我们最后的堡垒。期间陈诗雨、米泽和柳如烟轮番给我打电话问我离婚的事情，我每次都用快了，正在走程序为理由给推了过去。听到我这么说，他们不疑有他，全部做着马上要发财的美梦。离末世来临还有2天，毛不凡找了个开药店的客户，请对方帮忙拿了很多药，还有一些应急的护理用品，定制门也送过来安装好了。离末世来临还有1天，我去商场买了很多防寒的衣物，还有暖宝宝、电热毯、羽绒被之类的。毛不凡则去买各种蔬菜种子。路过母婴店的时候，我还买了些奶粉、纸尿裤和小孩子的衣物。虽然我准备了无数的丝，不想在末世里生孩子，可是万一呢？按照上辈子的记忆，明天末世将会降临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明天就不准备出门了。早上醒来后打开手机，刚刷了2秒，一个视频就弹了出来。
地铁站有个人忽然发狂，对着路人就开始疯咬，好几个人都被咬伤了。虽然视频很短，但是也足够触目惊心。网络上关于末日的言论也已经流传了出来，和上辈子一样，很多人跑去开始抢购物资了。我打开监控软件，就看到柳如烟和米泽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陈诗雨在看电视，我爸则是在打理他的金鱼缸。我不由得冷笑，这几个好吃懒做的，果然没一个出去抢购物资。上辈子也是今天就有了预警，他们当时住在我的新房里，看到新闻我让他们和我一起出去抢物资，结果没一个愿意出门的，还是我辛苦挤破脑袋去超市抢了2袋米，才让他们撑过了最开始的那段艰难日子。只是这些人都是没良心的，吃光抹净了不算，还要害死我。这辈子没了我帮他们抢物资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最后是怎么度过的。毛不凡给认识的朋友都发了信息，隐晦的提醒他们多囤点物资。我也挑着几个熟人群发了一条消息出去，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刺耳的语声。这个别墅区一向很安静，是谁这么高调，开着马力这么大的车？幸好现在还没有全面爆发丧尸病毒，要不这一脚油门得招来多少丧尸啊！很快我们就见到了这个高调的车主人，是一个开着敞篷跑车的年轻男人，副驾驶上坐着一个漂亮女人。这不是最近一部当红电视剧里的女三吗？在那部剧里镜头比女主都多，网上都说她是煤老板的小宝贝，原来她旁边的这位就是煤老板啊。等我正想细细看清楚这位煤老板的脸的时候，毛不凡沉声道：米粒，这些人很危险。说完，毛不凡就把四周的监控都打开了。我看到不少往日无人居住的别墅，现在都住上了人。刚才的煤老板就住在离我们不到200米远的一个大别墅，里面一共住了7、8个人，其中有3个都是年轻男人。这些人都在院子里活动，时不时的往屋子里搬着东西。看来这些人对外面的形势还是非常敏感的，都知道抢购物资和躲在相对安全的这里，也或者这些有钱人已经有自己的渠道，提前知道了一些事情。他们都来了。谁？我的大伯、大伯母和我的好堂兄们。在哪？就在我们对面，不到200米的地方。原来煤老板就是毛不凡的大伯一家，那么对面那套房子岂不以前也是毛不凡家的？毛不凡对他们一家厌恶至极，就连我们结婚都没有请他们，所以我并不认识他们。米粒，这家人很危险，没想到他们最开始是藏在这里的。在毛不凡的讲述中，我知道了这家人的真面目。毛不凡的大伯毛之谦就是一个土匪，在末世人人自危的情况下，他们一家人却过得很好。毛之谦带着自己的几个好儿子，拿着武器一层一层的扫楼，撬开别人的家门，进去掠夺别人的物资。那些人很多都是手无寸铁的可怜人，他们要是敢反抗，他们就会要了他们的命。这家人是真正的亡命之徒，我一直怀疑父母当年出事很有可能就是这家人的手笔。我听得一阵心惊，在他们的物资用完后，就会把主意打到我们身上来，怪不得刚刚毛不凡的脸色那么差。米粒，我们以后要更加低调小心了。我会的。这一夜注定很难熬，我们晚上就住在了3楼，夜晚更便于观察。我们拿着望远镜时不时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。等我们2个再次醒来，已经是中午了。毛不凡看了一眼手机，米粒，末世如约而至了。是的，末世来了，到处都有关于末日的言论，各个地方都出现了严重的事件。我观察了一下附近，发现别墅区里徘徊了很多丧尸，而对面毛不凡大伯家竟然还有保姆给他们做午餐。现在水电网都没有停，大家的日子还不怎么难过。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10天后全面停网，接着就是停电停水，而室外的温度会越来越高，人类的处境会变得更差。吃完饭，我打开了监视软件，奇怪的是，客厅里竟然没有人。我正纳闷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喂，陈怡。米粒，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？我差点以为你死了，快点给我开门，我们都在你家门口。我家门口？对，就是你家门口。知不知道现在外面多危险，到处都是吃人的丧尸，小泽差点都被咬了。我们想着你们小区要安全一点，好不容易来到你这，你快给我开门。我没想到这一家人竟然主动跑到我们那套新房去了，真以为出了250万，那套房子就是他们家的了。毛不凡说我们那套房子的买主是中介公司，所以那边房子现在是没有人住的。我慢悠悠地回道，可是陈怡，我现在不在家啊。什么？你不在家？那毛不凡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办完证他就走了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陈诗雨的语气明显的慌乱了起来。我忍住笑意道，我不知道啊，陈怡，外面好危险，我现在藏在一个巷子里，
到处都是丧尸，我好怕。你能不能让阿泽来接我？什么？让阿泽来接你？那太危险了，他可不能去。陈姨，可是我好怕啊。挂了，你自己机灵点，快点回来，我们在你家门口等着呢。我看着黑掉的手机一阵好笑，你们就好好等着吧。我关掉监控，趁着电还没停，又拿出所有的充电设备，挨个给充上了电。期间，我的手机时不时的响起，要不是米泽打来的，要不就是柳如烟打来的，我每次都接，告诉他们让他们再等等。我抢了很多物资，就是这边的丧尸有点多，等丧尸少了点，我很快就会带着吃的喝的回去了。最后一次，电话里的柳如烟差点都要哭了。米粒，我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，我在你家的门口，很热，我都要热死了。作为她最好的闺蜜，我自然是用最贴心的语气安慰她。如烟，别急，等这边稍微安全点，我就会回去了。我抢的物资里有冰爽的可乐和好吃的卤鸡，还有你最爱吃的热干面。柳如烟听到这儿，哭得更大声了。电话里忽然传来陈诗雨的呵斥声：“闭嘴！你嚎丧什么？不怕把那些怪物引上来吗？”不好了，那些怪物好像上来了。是我那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爸爸的声音。真的是怪物，快跑！对面传来一阵杂音，接着手机就挂断了。他们这是遇到丧尸了，我们还没出手呢，他们怎么就能下线呢？晚上我们看了一会电视，新闻上不断的提示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护，尽量囤下足够的物资，不要出门。我们会在控制好局势后，第一时间来营救大家去安全的地方。深夜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有人吗？求求你们开门，救命呀！我醒来，发现毛不凡竟然不在，外面的敲门求救声还在继续，一声比一声惨烈，是我的短信提示音。米粒，不要出去，来3楼。我快步的上了3楼，毛不凡正拿着望远镜观察外面的情景。敲门的是毛之谦的保姆。今天丧尸全面爆发后，他挂念家里的儿子，想要回家，毛家人不许他回去，所以他趁着天黑偷偷跑出来了。那他跑出来后，为什么要敲我们的门？你说他怎么不去敲你伯父他们家？因为他碰到了丧尸。我拿起望远镜一看，果然看到了几只丧尸正在不断朝着他的方向逼近。现在丧尸移动的速度还不快，其实他要是跑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能跑掉。开门声还在继续，一声比一声大。我看着大门口，心中也是烦躁不已。不知道这样大的敲门声会引多少丧尸过来，救人是不可能救的。农夫与蛇的故事，在末世我们见过太多了。你说他怎么不去敲你伯父他们家？他反应过来会去的。果然，随着毛不凡的话音落，外面的人像是明白过来了一样，知道我们这里面应该没有住人，再敲也是徒劳的。他又朝着毛之谦他们的别墅的方向跑去，丧尸也疯狂地朝着他追赶了过去。他一不注意，就被一个丧尸狠狠地咬了一口右手臂。不过人在极致的情况下迸发出来的潜力是无穷的，他最后还是跌跌撞撞地跑回去了。宁静的深夜再次响起了巨大的敲门声和求救声。毛之谦他们会救他吗？很快，我看见他们家的灯亮了，然后那个开着跑车的嚣张年轻人走了出来。他站在门口，大声地训斥着敲门的人，然后隔着铁栏杆做成的院墙，他看见不断靠近的丧尸。男人呵斥道：“闭嘴，给我滚！快给我滚到别的地方去！”不，我不要，我在外面会死的。保姆说完话，就抓住围墙外的铁栏杆，往里面不管不顾地爬去。眼看着保姆就要成功地翻进院子了，我看见一个男人从屋子里冲了出来，对着保姆就是连开2枪，最后保姆被他身后的一只丧尸给扯了下去。丧尸们被这边吸引，暂时忘却了院子里还有人。那2个人偷偷地跑回了屋子，而我却深深地记住了那个开枪男人的脸。那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一脸的狠绝，在冰冷的月色下，他的脸阴冷可怕。他就是毛不凡的伯父毛之谦，他竟然有枪，怪不得这家人在末世里能混得那么风生水起。毛不凡父母的死10有8九就是他们的手笔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，拥有武器的毛之谦一家人，等他们的物资耗完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第2天醒来已经是下午了，我的手机忽然传来了2条消息提醒，是监控软件发来的提示，检测到了家里有人在移动。什么情况？我立马打开软件，屏幕里很快就出现了陈诗雨的身影，还有米泽和柳如烟。没想到他们命这么大，竟然又跑回去了。等等，我爸呢？陈姨，阿泽的伤好像更严重了，怎么办？他会不会得跟米叔一样变成丧尸啊？闭嘴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推了我们小泽，他怎么可能被丧尸咬？是米叔，都怪他突然变成丧尸，把我吓到了，不然我也不会把阿泽推出去的。闭嘴，
米泽的伤肉眼可见的变严重了。陈姨，阿泽的伤好像黑得更厉害了，他肯定会变成丧尸的，我们把他赶出去吧。不要赶我出去，妈，我好怕。儿子，放心，妈绝对不会赶你出去的。陈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陈诗雨一脸神经兮兮的表情，把柳如烟吓得退了好几步，就连在监控视频对面的我，看到他的表情都吓了一跳。很快我就知道了陈诗雨的意思，他把家里的床单剪成布条，然后把米泽绑在了卧室里，真是太可惜了，只能看到他们的客厅。我只听到陈诗雨不时呵斥柳如烟的声音，还有丧尸发出的特有的呵呵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柳如烟终于从米泽的卧室走出来了，她神情呆滞，跟傻了一样。然后陈诗雨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接了一盆水又走了进去。果然是母爱伟大，米泽都这样了，还不忘给他擦洗。自己的儿子是宝，别人的孩子就是草。这辈子就让你也尝一下失去最爱之人的锥心之痛吧。现在只剩下他和柳如烟独自在这个房间，他会怎么和这个害了自己儿子的女人相处呢？我可真是非常好奇啊。吃完晚饭，我一边看电视，一边继续观察陈诗雨他们。陈姨，家里就没什么吃的了吗？我刚刚看了一眼，冰箱里就几瓶可乐了，别的东西都没有。厨房地上应该还有几个土豆。柳如烟去厨房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哭丧着脸走了出来。天气太热，土豆都臭了。那你就再去找找，问我干什么？我还能给你变出来吃的吗？或者你去外面给我们找点吃的回来。柳如烟忙摇头，我去厨房再找找。这次柳如烟终于找到了一点米。生虫子了，陈姨还吃吗？当然吃，不吃难道饿死吗？他们最后吃的是酱油拌饭，不知道是里面的虫子太多，洗不干净，还是陈诗雨故意不洗干净，米饭里全是虫子。柳如烟吃的直呕吐，陈诗雨就像是没了灵魂的机器一样，拿起米饭就往嘴里喂。多吃点，吃了这顿，谁知道你还有没有下一顿？卧室里的米泽不时发出的呵呵声，就像是最完美的配乐。合着这一幕真是精彩，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晚上发生的事，竟然比白天的还要精彩。半夜，毛不凡把我摇醒，快看，你后妈把柳如烟杀了。我瞬间从睡梦中惊醒。什么？陈姨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小泽饿了，你晚上吃了饭，他还没吃呢。可是他已经变成丧尸了啊，还不是你害的。说完，陈诗雨一刀下去，彻底把柳如烟结束了。这一对狗男女落得这样的结局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现在就只剩我的好后妈了，不知道她一个人在这没有希望的末日，能守着自己的丧尸儿子活多久呢？第二天我难得没睡懒觉，再次打开监控软件，陈诗雨在吃早饭，是一碗米饭。和昨天不一样的是，桌子上放一份肉菜，想到这个肉菜可能是什么做的，我差点把隔夜饭都呕了出来。我忙把手机关掉，去花房找毛不凡。花房里毛不凡正在撒蔬菜种子。我们小区的丧尸更多了，我还看见了几个穿着保安服的丧尸，应该是保安室那边也出事了。毛志谦一家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保姆的血洒进了院子，把几只丧尸引了过去。他们怕引来更多的丧尸，不敢用空调。按照毛志谦的个性，估计忍不了几天就会动手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也趁机看看他们家到底有多少武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毛不凡一有时间就去3楼观察毛志谦家的情况。我的消遣就是看看陈诗雨又在做什么。他每天就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养着米泽，直到第5天晚上，他的冰箱里没有肉了。然后我沉寂了很久的手机又再次响了。我看着屏幕里举着手机的陈诗雨，勾起了一抹欣慰的笑。喂，陈姨，米粒，你死了没？没死的话，你就给我回来一下。你爸身体不太好了，他想见你。想见我？可是我回不来啊。什么回不来？那可是你爸。我轻轻一笑。可是柳如烟告诉我，我爸已经没了。陈姨，你又是在哪见的他呢？什么？柳如烟告诉你的？那个贱人，他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就昨天晚上，他给我打电话说的。昨天晚上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……明明什么？没什么，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跟我说没等到我，你们就回家了。路上我爸和小泽遇到丧尸都出事了，现在家里只有你和他待在一起。陈姨，明明我爸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不，我没有骗你。还有天气这么热，柳如烟怎么会说他很冷呢？
你们到底在哪啊？柳如烟说她很冷。不，我不信。手机被陈诗雨挂断了，我满意的翘起了唇角。老巫婆，吓不死你！陈诗雨显然是被我吓到了，他疑神疑鬼的不停打开冰箱，看他难受我就高兴。然后我蹦跶到3楼，准备跟毛不凡分享我的开心事。上去后，毛不凡却不像往常一样站在窗户边，反而是坐在地板上拿着一堆电子元件和无人机在组装着什么。毛不凡，你在干什么？米粒，等等，马上就好了。毛不凡把组装好的电子元件放在无人机上，然后又在上面安装上了一个大喇叭。米粒，我们今晚要不要熬个夜？当然可以，我去给咱冰个啤酒，再烤个烧烤。毛不凡很久没有这么兴致勃勃地邀请我熬夜了，今晚肯定有好戏看，而且我也还有给陈诗雨的神秘礼物，准备深夜送给他呢。凌晨1点，好戏要上演了。毛不凡操控着无人机降落在毛之谦别墅的屋顶，然后开始播放起《光辉岁月》，巨大的声响让丧尸们疯狂地往毛之谦的别墅里冲撞。毛之谦家灯亮了，他们慌张地奔跑着，想要找到声音的来源。眼看着丧尸越来越多，不知道是谁先朝着丧尸开了一枪，一个丧尸被爆头了，但是这道枪声却让丧尸更加疯狂，冲破铁栏杆进入院子后，又开始冲撞起别墅1楼的大门。女人的尖叫声和男人的怒吼声，还有丧尸的呵呵声，不时发出的枪声，让这个夜晚格外不平凡。凌晨2点，我打开了监控的对讲功能，然后开始播放起了音乐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陈诗雨的卧室竟然没有什么动静。什么情况？这女人的心理这么强大，睡得这么沉。很快，我发现她卧室的门悄悄打开了一条缝，我心中好笑，然后换了个门铃的声音。门铃声在静谧的空间里尖锐的响起。慢慢的，陈诗雨的脸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，她手里捏着一把刀，神经兮兮的走到门口。谁？是谁在敲门？是我啊，陈姨，我在你身后。你是柳如烟？你来干什么？你在哪？柳如烟，你个小贱人，你到底在哪？我在你的后面啊，陈姨。她激烈的尖叫着，在各个角落寻找着柳如烟。陈姨，我舍不得阿泽，我要带他一起走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不能碰我的小泽。闻言，陈诗雨朝着绑米泽的房间去，几乎是瞬间，我就听到米泽房间里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，还有陈诗雨绝望的尖叫。再次见到陈诗雨，她全身都是黑紫色的伤口，我知道她很快也会变成丧尸了。柳如烟，你个小贱人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陈姨，柳如烟不是已经被你杀了吗？哪里有柳如烟啊？谁？你是米粒？是啊，我的声音你怎么没听出来呢？根本没有什么柳如烟，这一直都是我，你胆子可真小，我随便吓了吓你，你怎么就那么害怕？你这个贱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前几天还给你凑了250万，你忘了吗？你那250万是给我的吗？你不是打的最终拿走我房子的主意吗？那个钱可是你给自己房子做的提前投资啊！你知道你们那天去我新房，为什么没有找到我吗？因为我根本不在新房里，那个房子早就被我卖掉了。卖掉了？怎么可能？那我的250万呢？你个贱人，把我的钱还给我！我的好陈姨，那250万当然被我花了啊！我从内心里感谢你，要不然我和毛不凡现在也不会过得这么自在。你和毛不凡没有离婚？当然没有，我和毛不凡那么相爱，怎么可能离婚呢？柳如烟说的鬼话，我可是一个字都不信。我们从来没想过离婚，你们一家人的诡计，我和毛不凡早就看清楚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肯定是骗我的。你不可能那么聪明，你不可能提前知道我们的计划的，你是骗我的。我关掉监控软件，他们都受到了该有的惩罚。毛不凡还在观察着毛之谦一家的情况，那边的局势正紧张，别墅里时不时的发出一声声枪响，不断有丧尸倒下。毛之谦大儿子在被丧尸袭击时，他把自己的明星小宝贝推了出去，二儿子的腿被丧尸咬伤了，毛之谦亲手把他结束了。他们至少有5把枪，不过现在来看，他们的火力已经不足了。现在毛之谦家还有4个人，毛之谦的老婆吴越，大儿子毛宁和小儿子毛泽。今天毛不凡使用的这招釜底抽薪，就是要让毛之谦他们彻底崩溃。现在他们有多少底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末日后第8天，今天网还没有断，水和电也还有，毛之谦一家人在别墅2楼的日子似乎还能过下去。米粒，他们很可能在联系外援，我要让他们那里成为信息的孤岛。
随后，毛不凡操纵着无人机，把信号屏蔽器扔在毛之谦家的房顶上，然后操纵遥控器把他们的信号断掉了。在没了网的瞬间，毛之谦他们在屋子里瞬间崩溃了。现在我们也不能操纵无人机过去了，接下来只有等待。中午室外温度高达50度，别墅区全面停水，没了水，毛之谦一家在2楼的日子显然不好过了。下午3点，我看见他们的小儿子毛泽被热晕了，然后他们终究是没有忍住，打开了空调。但是这样的响动让外面的丧尸瞬间有了方向，枪声再次响彻了整个别墅上方。吴越、毛泽还有毛明依次倒下。喜剧的是，扑倒毛明的人竟然是那个被他推出去的明星。我太过专注这个明星，而忽视了屋子里的另外一个人。等我反应过来，发现他已经不见了。毛不凡，毛之谦呢？祸害1万年，他可别跑了啊！往我们这边来了，看样子是来找我们算账了。开门，里面的人给我开门！他竟然想把我们的门打碎吗？不自量力！里面的人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们？我看到你们这里飞出去的无人机了。无数的丧尸随着毛之谦的动静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过来。我看到他身上明显被丧尸已经咬伤了。他这是想要以牙还牙？毛不凡冷冷一笑，按下一个按钮，门外的电网开启。毛之谦再次剧烈攀云的瞬间，他永远定格在了那里。我的好大伯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知道答案的，尤其是你。毛不凡，他就是要让毛之谦死不瞑目，就像上辈子的他自己，也像是他的父母。末日后的第10天，别墅区的电全停了，网也彻底断了。毛之谦的别墅没了活人的吸引，大部分丧尸又开始在别的地方活动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毛不凡每天会摆弄他的无线电台来寻找官方的消息，可惜一直没有收到任何信息。等到第2年的时候，天气也从极热变成了极寒。在末日后第6年的时候，桌子上的无线电传来了一道不一样的声音。请大家注意，丧尸疫情已全面结束，即日起丧尸新增数为0，所有风险区全面解封。不日我们将有序地恢复居民的网络电力用水，武装部队将前来各地清扫丧尸。请收到这条信息的居民在家里耐心等待，向这段日子里这么辛苦的你们致敬。这6年来你们辛苦了。我们终于能重新站在那干净的没有病毒的街道上，自由地呼吸了。